巡洋舰、驱逐舰、护卫舰到底有何区别？其实到了今天啊，它们之间的区别呢已经很小了。尤其是巡洋舰和驱逐舰，两者完全就可以互相客串了啊，名字不过就只是名字了而已。但是啊，这些名字又是从何而来的？我是火箭叔，今天我们就从历史的角度来溯源一下这几个不同舰种的由来和区别。当然是一定要加上已经消失但是人气依然很旺的战列舰了。当时间退回到风帆时代呢，那个时候的战舰啊就只有两种：战列舰和巡洋舰。由于只有火炮可以用呢，所以彼时的海上战争成败只由两点决定。第一就是火炮的数量，第二就是这些火炮到底能不能把敌舰给对准了。装很多的炮相对来说呢并不难嘛，无外乎就是把船做得够大，把装甲做得够厚就可以了。但是啊，由于船体需要长成一个狭长的样子，才能在海面上比较快速的航行，所以这些大炮的安装位置呢就比较尴尬了，还只有舰体的侧面这一个选项。所以你看啊，早期的风帆战舰侧面全都是洞，3-4层甲板，每侧装上上百门大炮的战舰呢比比皆是。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他们的火力虽猛，但是输出的角度却十分有限啊！基本上就只有把侧面对着别人的时候呢，才有战斗力。其实这个 bug 即使到了后来的炮塔时代，也没有改变多少啊。由于上层建筑的阻挡呢，前后方向的火力输出依然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那怎么办呢？研究战术呗，于是 T 字战就出现了。在两舰互搏的时候，把自己摆到 T 字上面那一横的位置上，让自己的侧面对着敌人，就成为了最理想的战斗阵型了，俗称 T 字优势。那要是一群战舰编队战斗时该怎么办呢？也是遵循这一原则嘛，双方先是相互排成一字纵队切入战场，然后再想方设法的绕到对方编队的正面去输出火力，这就叫做抢梯头摆战列了。战列两个字已经出现了，是的啊，它指的就是这种特殊的纵队阵型。于是啊，打这种战列阵型的战舰呢，自然就被叫做战列舰了。作为海军中的最强舰种，拥有最多的火炮和最后装甲的它，显然烧钱的程度也是最凶的嘛。既不是随便哪个国家都能玩得起的，也不是随便哪个任务都舍得派它上场的。比如日常巡逻什么的，又不是去拔钉子，要这么猛的火力干什么呢？出于经济和效率考虑呢，另外一个舰种便出现了。巡洋舰，对的，它已经用名字在告诉我们，它就是去巡洋的。它拥有比战列舰稍薄一些的装甲，口径和数量稍小一些的主炮，和自然稍小一些的尺寸和造价了，以便采购更多到海上巡逻，维护自己的海权去了。好了，这耀武扬威，其实没过多久就被一样很阴险的武器给打脸了。你们应该都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啊？那就是鱼雷。它藏于水下，自带动力，跑得又快，炸得又猛，只需要小小一枚就能干掉一艘巨轮，性价比相当高啊！从此，强弱的界限被重新划分了。英国人奉行的海上封锁战略呢，也因此难以为继了。他们一开始真的是恨得咬牙切齿啊！一方面是真真切切的带来了损失，而另一方面呢，它打破了本应正大光明开战的绅士战传统啊！虽然那本来就有点虚伪啊。于是威胁之下，英国人只能反制啊，而这种反制的思路呢，最终就为我们带来了驱逐舰，用更高的速度、更优的水下攻击能力和更快的小口径速射火炮来驱赶和摧毁另外一些舰种，比如鱼雷艇、潜艇和同类的驱逐舰等等。当然，日后还要再加上飞机了。好啦，直到现在，我们看到了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这一路演化下来呢，变得一个比一个更灵活，一个比一个功能更多，一个也比一个更轻、更小、更便宜，对不对？是这样的啊。但是导弹它出现了，巨舰大炮的时代也就终结了，只有大炮的战列舰呢，首先就下岗了，而顶着巨舰名头的巡洋舰日子也不太好过了起来。既然导弹体积小、精度高、威力大，盯上就能中，那更厚的装甲还有什么用呢？没有厚装甲了，要那么大的身板有何意义？没有身板的加持，叫不叫巡洋舰也就无所谓了嘛。而且驱逐舰照样也能巡洋啊。所以从导弹出现开始呢，海面舰艇的任务划分又有了变化，谁都可以装导弹，谁都可以装鱼雷，谁都可以装雷达。既然这样，为什么不找一艘大小合适、速度合适、成本合适的船来装呢？它就是驱逐舰了。所以它才是当今海面上的多面手嘛。我们来数一数它可以干的事情啊。装备有防空、反潜、对海等多种武器，既能在海军舰艇
编队中担任进攻性的突击任务，又能承担作战编队的防空、反潜、护卫任务，还可以在登陆、抗登陆作战中担任支援兵力、巡逻、警戒、侦察、海上封锁和海上救援都可以，还能给无人舰载机提供起降的平台。怎么样？好是好啊，只是如果仅仅是偶尔用来执行一些轻度的反潜、护航任务的话，这是不是还是有点大材小用呢？对嘛，所以再阉割一下，整一个护卫舰出来呗。终于，我们今天要讲的几个舰种呢都出来了，所以最后咱们就简单总结一下呗。战列舰太过明显，直接就把它踢出去啊。巡洋舰、驱逐舰和护卫舰这三者，巡洋舰最大，更注重防空支援；驱逐舰次之，拥有更强的反潜能力。护卫舰呢最小，擅长护航和其他两位大哥都瞧不上的杂碎小事，你明白了吗？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二战后期啊，眼看快要守不住太平洋的日本海军，准备要做出最后一场赌博了，那就是要把战火烧到美国的本土，希望借此来让美国做出让步。他们能怎么做呢？派轰炸机飞到美国上空扔下炸弹吗？太平洋上的岛屿已经丢得差不多了，要是从日本本土起飞的话，飞到最近的美国西海岸也有7000多公里的直线距离，更不要说超过1万公里的东海岸了。然而，整个二战中战斗航程最大的轰炸机 B-29空中堡垒，续航也只有5200多公里，那还是人家美国的。既然飞不过去，那能把航母开过去吗？更不可能啊！在珍珠港栽了大跟头的美国海军，如今已经把日本盯得死死的，哪还有机会再让他钻一次空子呢？于是，日本唯一的机会就压在了隐蔽性更强的潜艇身上，准确说是用潜艇来装飞机的潜艇航母身上了。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潜艇航母的故事。提出这个计划的是那个人人都知道的山本五十六，他希望打造一支可以携带多架攻击机的潜艇航母舰队，悄无声息地接近对方的城市，然后发动突然的袭击，接着再潜入海底偷偷溜走，以此来给敌人造成一种巨大的恐惧。但是要完成这项任务并不简单啊！首先，它需要有超长的续航能力，能够往返于自家门口与美国的任意一个海岸边至少3趟，不用停下来加油或者是添加补给。这就是说，它需要携带将近200万升的柴油与能够让船员在海上撑过数月的补给才行。这无疑会增加它的体积。另外呢，作为重头戏啊，它至少还要携带2架，当然后来变成了3架全尺寸的鱼雷轰炸机，包括装在其上的800公斤的炸药。为了让轰炸机能够顺利起飞呢，工程师必须在局促的甲板上设计出一条弹射轨道，而为了能顺利的回收执行完任务的轰炸机，还得要再另外加上一套完整的回收系统，包括一台看起来并不小的起重臂。这2样东西呢，通常会在二战当中庞大的战列舰和巡洋舰上面看到。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翻翻我之前专门讲他们的视频。好吧，以为这样就完了？其实他们跟怎么把3架轰炸机塞进潜艇的舰身里面比起来呢，还是算容易的。因为一架常见的二战时期俯冲轰炸机的翼展大约是12米，你怎么塞？只能把翅膀给它砍断了塞。所以工程师就需要想办法设计出一架能够方便的把砍断后的翅膀再接起来的全新轰炸机装在这个上面。可折叠的机翼确实是个挑战，对吧？但日本人还真就硬生生的把这样一个巨无霸潜艇给设计出来了，并于1943年年初开建第一艘，次年年底建造完成，起名E400。它硕大无比，长度几乎达到了德国 U 型潜艇的2倍，宽度也很惊人啊！为了支撑机库的重量以及增加航行时的稳定性呢，工程师为它设计了一个8字形的抗压外壳，基本上呢就是把2个船体粘在了一起。结果就是排水量几乎达到了同时期美国最大潜艇排水量的3倍之多。为了驱动这台怪物呢，艇上装备了2套动力系统，4台2250马力的柴油机供它浮在水面上时使用，2台2100马力的电动机供它潜在水下时使用。顶层甲板的正中间是一个圆柱形的防水飞机机库，长31米，直径3.5米，可以容纳3架，专门为它设计的可折叠机翼是秦岚攻击机。这个就可谓是它的独门绝技了。当E400悄悄地接近它的目标时，船员们已经在水下开始为攻击做准备了。他们会让经过加热的燃油持续地流过飞机的引擎，以此来完成发动机的预热，使之随时可以出击。
当接近目标时，E400浮出水面，机库舱门被迅速打开，飞机依次来到甲板。接着，机组人员启动引擎，装载武器，展开机翼和尾翼，将浮筒锁定到位，挂上弹射器，嗖的一声，压缩空气就将一架飞机弹了出去。然后是第二架、第三架，整个过程花费大约30分钟。在那之后呢，E400会下潜回到安全的区域，并在那里安静地等待着轰炸机完成任务后的返航。装着浮筒的轰炸机可以降落在靠近潜艇的海面上，接着液压臂会提起并回收它们，把它们再度装回自己的肚子里面。当然，如果有的时候需要装载更多的炸弹以及更远的飞行距离，这几架秦岚攻击机也是可以不带浮筒弹射出去的。只不过呢，在完成任务之后，就只能是坠入大海了。这种不可思议的操作，似乎到了日本人那儿就只是一个普通的选项而已。当然，除此以外呢，E400本身也是一艘设计极为出色的潜艇。比方说，舰首装着的8个鱼雷发射管为它提供了强大的对舰攻击能力。甲板上装着5门炮，构建出强大的防空火力网。沿着船舷的两侧呢，装着2套平行的防磁电缆，也就是通电的导体，用来中和潜艇自身所产生的磁场，这就可以消除当时常见的通过感应船只驶过时产生的变化的磁场来引爆的水雷的威胁。当然，最重要的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消声涂层，由树脂石棉和粘合剂混合而成。涂在潜艇身上之后呢，可以有效的吸收和扩散敌方发射过来的声呐脉冲，并同时抑制潜艇内部的机械噪声向外传递，有效的增加了潜艇的隐蔽性，是E400能否成功突破防线，悄无声息的来到美国沿海的关键了。你看啊，够黑科技了吧？难怪美国海军在缴获它之后呢，被吓出了一身冷汗，心想要是战争再稍微持久一点的话，后院着火的自己还能不能意志坚定的打到最后了？但事实就是啊，E400连一场仗都没有打过就被沉到海底了。这其中既有战争进程的原因，也有自身缺陷的原因。我们最后再花点时间来讲一讲啊。先说战争进程啊，山本五十六是在1942年年初提出这个方案的，但整整要到1年之后呢，第一艘E400才开工建造。而到了这个时候，日本已经开始输掉这场战争了。尤其是在1942年6月的中途岛战役惨败之后呢，日本已经被美国赶回了太平洋的另一端，原油和原材料的严重匮乏，只让E400的建造厂大喊揭不开锅。第二个主要原因就是主导E400设计和生产的山本五十六的死了。1943年4月，美军实施了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劫杀，将搭载着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伊式轰炸机击落在了不甘维尔岛的原始密林当中。于是原本就不太受待见的E400，如今更是江河日下，从一开始计划中的18艘减少到9艘，接着又缩减到了5艘，而实际更是只生产出了3艘，并且时间已经进入了1945年。结果就是呢，甚至这其中的1艘还没有来得及入列，就伴随着日本的投降而永远销声匿迹了。这是战争进程的原因。那E400支撑就毫无问题吗？虽然并没有经过实战，但其实也幸好没有经过实战，否则连一点神秘的想象空间都留不下来了。它的问题其实还挺大啊，我们随便捡几个来说。首先就是飞机的起飞时间太长了，理想速度是30分钟放完3架飞机，但实际在打仗的情况下肯定是达不到的。而浮在水面上的E400呢，就是一个又大又香的活靶子，全舰150名士兵都会为此冒上极大的风险。接着，要是这会儿真的被敌人的空中飞机发现了怎么办呢？赶紧下潜呗。可惜的是啊，他下潜的速度也比别人慢半拍，于是风险再加上一个指数。第3点呢，就是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放飞机，可飞机也不够争气啊，机械故障频发，就这么3架都不可能每次都放全，总有那么1-2架会掉链子。你看这一来一去，风险加倍，收益减半，真是要给他上了战场，估计也好看不到哪儿去了。好了，这就是潜艇航母的故事了。你觉得这玩意儿未来还有可能会出现吗？未来还有必要出现吗？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每周都会把好玩、有趣又不太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看，这是顶在星舰下面超级重型助推器的屁股，密密麻麻的插着29台猛禽发动机。历史上唯一能够跟它平起平坐的是苏联打算拿来载人登月的 N1，不过后者发射4次呢就失败了4次，从此变成了传说。所以半个世纪以后，超级重型凭什么相信自己不会步其后尘呢？今天啊，咱们就来聊一聊。首先第一点，
既然时间已经走过了那么远，所以不管是制造技术还是材料技术呢，都已经比当时进步了太多。很多原本需要使用大量细碎零件才能够组成的复杂结构呢，如今直接就变成一个整体搞定了。对装配工艺的要求呢，大大降低，使得工业机器人也可以加入进来嘛，既提高了效率，也避免了人手在其中的失误。另一方面呢，材料进步也使得今天火箭发动机里面的零件更轻也更强，即使是面临压力时呢，也能够挺上更长的时间。这意味着它自己不容易炸，炸了也不容易连累到别人嘛。其实第二枚 N1呢就是这么炸的，而且还炸出了人类历史上除核爆以外的最大当量，直接就把整个发射台给陪葬了。起因是第8号引擎的液氧泵发生了爆炸，由此产生的冲击波和碎片呢，直接将周围几台发动机的燃料管线全部破坏掉，导致集体宕机。启动后不久呢，便落回到发射台上，把2300吨燃料与氧化剂倾泻而出，酿成了惨剧。如果单个发动机自身更加安全可靠了，是不是这样的灾难就能够避免了呢？那这当然是加分项啊，不过却不是超级重型自信满满的关键。所以咱们再来看看第2点，更加先进的控制系统。其实说更加先进呢，有点不够准确啊，因为 N1虽然有一个称之为 KORD， 在俄文里面是引擎运行控制的首字母的飞控电脑，但是前3枚上呢，这个电脑是模拟的，到了第4枚才升级成了数字。以今天的角度看呢，它能不能被算成是真正的电脑，其实还是值得商榷的。而且4次失败里面呢，有3次都该算到它头上。在第1次发射的时候呢，他把一台发动机的燃料泄漏起火误判成了火箭失控，于是，在起飞68秒后呢，关闭了所有的发动机，并锁死了1、2级的分离机构，导致丧失了推力的2750吨重的火箭呢，狠狠砸在了52公里开外。第2次我们说过了啊，可以勉强脱开他的责任。第3次发射的时候呢，火箭刚一升空就遭遇到了意外的涡流影响，从而开始不受控制的滚转起来，完全就超出了 KORD 的补偿范围，在短短的48秒内呢，就自己把自己给撕裂了。到了第4次发射啊，本该在第1级点火完毕后分离的第2级，却并没有按照预期那样出牌，而是非要等到6台中央发动机关闭后产生过大的机械应力，把输送燃料与液氧的管线挤破着火后，跟着第1级一块炸成了花。你说就这样一个飞控电脑，我们到底该怎么评价它嘛？反观超级重型啊，它不光是有飞控电脑，就连每台发动机里面呢，都是有独立电脑的，还不止一台。拿用在猎鹰9号上面的梅林 1D 发动机举例，它里面有3台电脑控制，而且每台电脑呢都含有2个独立的处理器，因而可以被视为是平行的进行6次运算。一旦一个处理器故障导致计算错误呢，另外2台便可以立即识别出来，并重启错误电脑，随后错误的处理器和该台电脑剩下的另外一台处理器呢，同步获取正确的数据，重新开始运算了，这样就大大的减少了整体故障的概率嘛。同时啊，火箭上还有另外专门负责计算飞行轨迹和火箭整体各项数据的飞控电脑，也不止一台，里面呢也不止1枚 CPU， 整个系统的冗余设计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啊。猎鹰9号和梅林 1D 是这样，相信超级重型和猛禽呢会是只强不弱的，用数百台电脑带29台发动机，自然不会犯用1台电脑带30台发动机时的低级错误了。但其实它还不是超级重型更加靠谱的关键，那就继续看第3点，这个才是真正的分水岭嘛，它就是完全彻底的测试。由于出生就是为了要能够重复使用的，所以每一台猛禽发动机呢都是可以点了又灭，灭了又点，于是这样便造就了它的一个特殊优势，可以不断的进行测试，出厂前测试，装上火箭后呢再测试，最后还要来一个除了不飞其他都跟真正发射没有两样的静态点火测试，全部通过以后才能迎来真正的巅峰时刻。而 N1 上面用的 NK15 发动机呢，它唯一的一次测试就是在发射的时候，因为基本上当它一旦运行就是在燃烧自己了，这种过程无法逆转，自然就测试不起来了。连测试都跳过了，你还指望它能够有多高的可靠性呢？4次爆炸里面只有1次完全怨它，已经是不可思议了。好了，既然我们已经说到了静态点火测试，那就再花点时间来讨论一下 SpaceX 该怎么来完成超级重型上那29台猛禽一起点着的测试吧。虽然此前在3号样机上已经成功实现了3台猛禽的静态点火测试，但把它们再翻上9倍
实现完全静态点火又是彻底不一样的。当29台猛禽一起喷火时呢，其产生的推力比猎鹰9号的7倍还要多，真正的史上最强。这样的烈焰在喷向地面的时候，无疑对火箭本身与发射平台呢，那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以往发射平台呢都会靠专门的燃气导流槽来降低压力，但是埃隆·马斯克偏偏不这么干，他为超级重型大件的发射架就是一个离地面只有20米、四周镂空的架子而已。因此，一旦发动机点火呢，巨大的热量与能量将会直接传递到下面的混凝土结构上。要是一般的混凝土呢，那就完蛋了。不仅自己完蛋，还会在完蛋的时候呢，把碎块炸到发动机上，带着火箭一块完蛋。SpaceX吃过这个亏，所以现在用来送超级重型和星舰上天的发射台呢，用的是一种覆盖了超级耐腐蚀涂层的混凝土，并且还配备了一个大型的喷水系统，可以直接将水喷射到发动机的下方。你以为它是用来降温的吗？并不是那只是它的附带效果。它真正的作用呢，是来杀噪音的。因为巨大的噪音其实是一种能量，破坏力极大的能量。为了让这股能量不至于击垮发射台和火箭呢，就得为它找到替代品。看起来水呢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另外为了将29台猛禽的巨大推力比较温柔地传递到火箭的圆筒壁上，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它们的点火顺序给错开，好让功率逐渐增加，这样看起来弱不禁风的火箭壁呢，也有个准备的时间嘛。其实在猎鹰9号和重型猎鹰上呢 ，SpaceX 就已经这么干了。前者是两辆成对点燃，等上150毫秒后呢，再点燃另外一对，整体用时半秒钟。后者重型猎鹰上发动机也不少类似的点火顺序会总共用时2秒钟，使火箭的发动机达到最大功率。显然超级重型呢也基本上就是这个路数的。这样做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如果有任何一个或者是一对引擎在启动时发生故障，都是可以迅速关闭，不至于影响到整体运行的。这个呢才是真正的冗余设计嘛。至于 N1， 你搞那么多引擎又没有单独对一个的控制权，于是增加的只是复杂度，而不是冗余。好吧，但是其实说到最后呢，还是要看实际表现的。希望 SpaceX 快点让我们看到29台猛禽同时成功喷火的那一刻。好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小时候玩有线遥控玩具的时候呢，特别羡慕从身边开过去的没有连着电线的遥控汽车了，觉得那才叫高级嘛。这样的认识直到我了解了鱼雷是怎么工作的，才算告了一个段落。因为鱼雷既有线又高级。我是人称百科全书的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鱼雷的故事。要问你哪一种武器的技术含量最高，不管你事前知不知道鱼雷需要牵根线，估计选择它的可能性都很小吧。但实际上人家绝对是能够排进顶尖之列的。这个我们可以从2方面来说明，一个是动力，一个是引导。先说动力本质上一枚鱼雷就是一艘小型的潜艇，既然打的就是潜艇，那没有理由比潜艇本身还跑得慢吧。不光如此还应该要快的越多越好所以鱼雷从一开始起呢，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自己的动力系统的升级。1866年白头鱼雷问世，虽然现在看起来非常的原始，但仍然包含了一台采用压缩空气的发动机。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鱼雷的技术含量一出现，就比在空气中飞行的炮弹要高出了许多，直逼1个世纪后才出现的导弹，堪称绝对的碾压。但人们并没有因此而放慢脚步，为了让鱼雷跑得更快，跑得更远，它的发动机也迅速就迎来了一次质的飞跃，从没有燃烧时直接使用压缩空气的冷动力引擎，进化到拥有燃烧时把化学能转化为机械能的热动力引擎。它的工作原理跟内燃机非常的像，就是将燃料和空气混合后喷入燃烧室点燃，靠急剧膨胀的热空气来驱动扭杆，进而带动螺旋桨旋转来前进的。虽然在它的加持下，鱼雷的航速已经提升到了30多节，航程也可以跑出3公里多了。但人们还是没有满足因为它还是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短板，那就是燃料太占体积了。你想鱼雷是在水里面航行，无法接触到空气，那它燃烧室里面的空气从哪儿来的呢？就只能自己带。所以鱼雷中装燃料的罐子就不是1个，而是2个。想要射程更大呢，所要携带的燃料就要更多，相应的所要携带的空气也就更多了。是远了，但跑远了不炸得更大点，似乎又对不起花出去的那么多的跑腿费。要炸大点的话，就要携带更多的炸药才行。这样不断加上去呢，鱼雷的体积就变得越来越大，甚至都已经大到了让装载和发射它们的舰艇吃不消了。
这可怎么办啊？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体积不变的情况下，使用效率更高的引擎才行啊。于是到了二战啊，鱼雷就沿着这个思路再一次的进化，分化出2种截然不同的类型：电动鱼雷和氧气鱼雷。前者使用电动机，用电池来驱动；后者依然使用燃烧石，但是却将原本作为氧化剂的空气换成了纯氧，于是效率也就直上5个台阶。不仅射程和装药量增加了，而且由于产生废气的来源几乎消失，鱼雷的尾迹也几乎消失了，变得更加隐蔽了，简直好处多多啊！唯一的问题，风险太高，因为纯氧实在是太易爆炸，所以只有当时的日本人顶着巨大的风险，把这项技术推向了使用，换来的结果就是让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上瑟瑟发抖。今天鱼雷的动力跟80年前呢，其实没啥本质的区别，依然还是电动跟热动，只不过呢，彼此都已经升级到了21世纪该有的样子。采用模块化的电池组设计的电动鱼雷，可以根据不同任务灵活的配置电池的多少，减少质量并提高机动性，再配合高扭力的永磁电机，加速性能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尽管最高航速还是快不过热动鱼雷，但胜在可靠性和易用性，在近海作战时可以发挥优势。而热动鱼雷到了今天，也可以把储存燃料和氧气的2个罐子合二为一了，变成了使用一种叫做奥托燃料的单燃料鱼雷。什么是奥托燃料呢？就是几种化学物质的混合物，其中既包含还原剂，也包含氧化剂，可以简单的理解成是一种惰化的液体火药，能量密度极高，同时又安全可靠。相比起同样质量和体积的电鱼雷呢，有着更远的射程和更高的持续航速，而且随着燃料的消耗，质量在变轻，机动性反而是越来越好了。缺点嘛，除了贵点，好像也没啥了。所以一般用在远洋深海的作战环境中，对付的都是一些高价值的目标。好了，说完了鱼雷的动力，我们再来说说鱼雷的引导。想要一击致命，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还是在情况相当复杂的海里面。不过早期的鱼雷其实是不带引导的，倒不是因为它不想带啊，而是那个时候想带也没得带呀，所以它叫做直航鱼雷。一旦打出去，只能沿着一条直线跑。海面起伏荡漾，它是如何做到无视这一切的呢？因为有一样东西叫做陀螺仪。尽管我们以为它可能是一个伴随着手机的高科技，但其实早在1899年就已经被鱼雷给先用上了。于是当时的鱼雷打得准不准啊，全在于鱼雷手瞄得准不准。该怎么瞄准呢？我之前已经有一个视频讲得比较清楚了，要是你还没有看过的话，建议你一定要去看看哦。但是接下来啊，随着鱼雷的射程越来越远，舰艇的速度越来越快，想要在数十公里以外发射一枚鱼雷直直的击中目标几乎没有可能，所以鱼雷就来到了制导时代，可以不用一根筋的走直线，而是追着目标跑了。这个时期的一开始，其实鱼雷还是不带线的，它采用的是一种叫做被动式自导的方法来锁定目标的，也就是跟着敌方舰艇的声呐信号走，直到追上它。这个想法倒是挺理想的，但是实践效果却差强人意，因为鱼雷上的声呐接收装置受限于自身的尺寸，只能做得比较小，所以作用距离不远，很容易被干扰，甚至被自己的动静给干扰了。当然，这还不是最尴尬的啊！有的时候，当鱼雷被发射出去，并竖着耳朵监听附近的声音之后，对它吸引力更大的反倒是离它更近也更响亮的自家的船，然后就头脑一懵，直接来了一记乌龙球。这事儿多了，真是要多尴尬有多尴尬。所以很快呢，线导就把自导给取代了。说白了就是你鱼雷上的脑子太小不好使，就专心负责跑和炸吧，千万不要再去想朝哪边跑了。这些信息啊，都由我来告诉你。我是谁呢？是设置在发射鱼雷的舰艇上的一个制导站，它有一套完整的检测及指挥系统，用于测定目标的各种参数以及目标相对于鱼雷的位置等参数，并形成修正鱼雷航向的操纵指令，通过导线传输给鱼雷。而在鱼雷上则有一套收发装置和执行机构，用于实现制导站的操纵指令，使鱼雷按照一定的航迹航向目标。这不就是导弹的那套东西吗？只不过由于电磁波无法在水里面有效的传播，不得不换成使用铜线或者是光纤来传输的电信号和光信号而已。想起来啊，是有些不太方便，但这在今天非常成熟的放线机构和动力装置面前已经不是什么障碍了。鱼雷和潜艇中都有放线机构，是遥控距离超过50公里都没有什么问题。光纤从鱼雷尾部螺旋桨的空心轴里面传出，也完全不怕被切断。所以有线和高级在这儿似乎一点也不冲突啊。既然我们已经讲到高级了，那我们最后再多讲两句。
在当今服役的最先进的一些重型鱼雷上面，比如我们国家的鱼10上，不仅仅采用了线导模式，而是采用了线导加自导的模式。线导的部分呢，跟我们前面介绍的一样，重点是后面的自导。当鱼雷到达距离目标较近的区域之后呢，会开启主动末端制导模式，寻找目标。这个我们就把它称之为自导了。一般而言，末端自导可以分为声呐探测和尾流探测，前者又分为被动声呐模式和主动声呐模式。被动声呐模式跟我们之前介绍的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此时它离敌舰更近，不太可能再踢出乌龙球了，但还是容易被干扰，还是作用距离不远，所以逐渐就被淘汰了。主动声呐模式则需要鱼雷发射高频脉冲来搜索目标区域，从而主动的攻击，但目标很有可能会监测到它，并使用声呐掩蔽器和干扰器来进行反制，类似于放了一个烟雾弹。那么尾流探测方式呢？看起来它是最靠谱的了，因为它是通过探测舰船航行时产生出来的尾流的声、光电磁等物理特征与一般海水的不同来引导鱼雷的。本质上是探测尾流内的气泡对声光的散射，以及尾流水分子与其他水分子不同的运动状态引发的电磁异常。这个光听起来就非常高级了，所以优势也非常明显。只要鱼雷在距离目标1000米左右捕获并进入其尾流，就能够根据尾流产生的方向来迅速攻击目标，具有极佳的准确性和隐蔽性。不过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超难啊！要求研制它的国家在传感器灵敏度、集成和相关流体理论上具有较高的水平，否则结果出来就是作用距离十分有限，实战效果远低预期等等。所以看起来简单原始的鱼雷，实际上考验的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之前我听说能够自主设计和制造鱼雷的国家在这个世界上屈指可数，还表示有些小小的怀疑。现在总算是明白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